马上就要开学了，但是国内肠病毒的疫情还在持续升温，不止就诊人次超过流行阀值，还新增了今年首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死亡个案。这是一名住在南部10个月大的男婴，他在托育单位喝完奶之后突然失去意识，紧急送医之后发现双侧肺炎跟脑水肿，在当天就不幸病逝了。而另外登革热的疫情也还在持续升温。除了出现今年第3例死亡个案，还爆发今年首例的母子垂直感染。抹肥皂、手掌心、指甲缝都要仔细洗过。暑假过后就是开学日，但国内的肠病毒疫情却持续升温，还出现今年首例死亡个案。这名住在南部的10个月大小男婴，父亲节当天在托育单位被喂完奶之后，突然被发现失去意识，没有呼吸、心跳，电脑断层显示有双侧肺炎跟脑水肿，检出感染肠病毒第68型，发病当天就病逝，让家长相当心痛。家人其实都健康状况都正常，托育的这个场所曾经是在2个月前有确诊过肠病毒，它到底是在哪里感染的，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实的厘清。特别是气喘的这种病史，肠病毒它的特性跟鼻病毒很相近，病情比较严重，甚至有一些肢体无力的这种现象的时候，就要特别小心。由于死亡的男婴感染到的肠病毒第68型，主要是以发烧、流鼻水、咳嗽为主，跟典型肠病毒常见的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症状比较不同，很容易被忽略。而除了肠病毒之外，国内登革热疫情也持续延烧，还新增今年第3例死亡个案，是一名住在云林县的老翁。另外，台南有一对母子，妈妈在生完男婴后先确诊登革热，儿子在半个月后手脚出疹，最后研判是母子垂直感染。2015年的时候，高一有发表这一例呢，是我们目前知道的第2例。尤其是生产前如果被蚊子叮咬出现登革热相关症状，就要特别小心。记者魏体瑜、林宇综合报道。